万宁，若烟她怀了我的骨肉，已经5个月了。她孤苦无依，我不能让我的长子顶着外世子的名头。你素来有世家贵女的雅量，今日我们3人一同拜天地，让若英以平妻之礼进门，可好？是啊，婉宁，咱们侯府开枝散叶是大功一件，你做正事的，当有容人之量，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既然承恩侯府的规矩是宠妾灭妻，嫡庶不分，那我谢婉宁便不奉陪了。婉宁，你站住！婉宁，你站住！婉宁，你站住！世子自重，我家姑娘的衣角，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碰的？你今日若是踏出这侯府的大门，便是犯了7出之条里的擅动。7出之条，那是用来约束妻子的，而你顾承泽，今日连做我谢家女婿的资格，都已经自己做没了。你带着外室辱我谢家门楣，这桩婚事就此作罢。谢家随行听令，将所有嫁妆即刻拉回国公府。是。姑娘，承侯府欺人太甚，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哭什么？该哭的是他们。一只爬上脚背的癞蛤蟆，甩脱了便是，何须为他落泪？柏林谢氏，那是历经3朝、底蕴深不可测的顶级门阀。我曾祖父曾位列3公，父亲如今是当朝谢国公，而承恩侯府不过是靠着几10年前出过一位太妃才挤入勋贵。他们以为生米煮成熟饭，就能逼迫我低头天下这口苍蝇，简直愚不可及。婉儿，可是那承恩侯府不知死活，让你受了委屈。顾承泽在拜堂之际，带了一个怀孕5个月的外室上堂，欲与我平妻并尊。好一个承安侯府，好一个平妻并尊！走，随我去见你祖母。我都知道了，去开我的正房香笼，将太后娘娘当年亲赐的那身1品诰命大礼服取出来。儿媳遵命。我的好孙女，你今日做得极好。若是你为了那点虚无的颜面，同那等下贱之人拜了堂，那才是折了我谢家的风骨。既然他们承恩侯府不要体面，那老身今日就进宫去，替他们把这体面彻底扒下来。备车，递牌子，我要面见太后。启奏太后娘娘，荣国公府的老太君穿着1品诰命的大礼服，正在殿外候着呢。谢家老姐姐，她怎么这个时候递牌子进宫了？今日不是她家那个掌上明珠叫婉宁的丫头出阁的大喜日子吗？快，还不快请进来！是。老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我之间何须这些虚礼？这礼服除了哀家过寿，你可是有整整5年不曾穿过了。
今日是你孙女大婚，你不在府里受礼，却这般郑重其事的进宫来找哀家，究竟出了何事？太后娘娘，老身今日进宫，是来向娘娘请罪的。我谢家辜负了娘娘昔日的赐婚之恩，这门亲事，老身的孙女是不敢结了。请什么罪？慢慢说。哀家在这儿，天塌下来，哀家替你顶着。今日婉儿出阁十里红妆，本是高高兴兴的去了承恩侯府，可谁知在喜堂之上，当着满朝勋贵的面，那承恩侯世子，他竟扶着一个肚子高高隆起的外室，逼着婉儿与那外室一同拜天地。他还大言不惭地说，要让那外室以平妻之礼进门，不让他的长子受了委屈。承恩侯夫人甚至当众指责婉儿善妒，没有容人之量。混账东西！平妻并尊，宠妾灭妻，他承恩侯府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跑到哀家面前来乱了嫡庶纲常。老姐姐，那婉宁丫头如何了？婉儿极重谢家骨气，不与那等不知廉耻之人争辩，她自己掀了盖头，当场退了婚，带着嫁妆回了国公府。好一个不奉陪了！不愧是你教出来的孙女，有骨气。李福安，奴才在。传哀家懿旨，召皇帝即刻来慈宁宫。哀家倒要看看他承恩侯府是有几个胆子，敢在大楚的京城里演这出礼崩乐坏的戏码。逆子，你看看你做的好事！父亲息怒，谢婉宁不过是一时下不来台，使小性子罢了。他谢家再是百年世家，女子退了婚，名声也就彻底毁了。日后还能嫁给谁？等明日一早，儿子亲自上门去赔个礼，再说几句软话，她必然乖乖带着嫁妆回来。就是，堂堂世家贵女，竟是个善妒不容的。若烟肚子里怀的可是咱们侯府的长孙，她不感恩戴德，还敢甩脸子！世子，都是若烟的错，若烟不该在今日出现，惹了夫人不快。胡说！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怎能让你受委屈？她谢婉宁若是连这点气度都没有，根本不配做我的世子妃。你们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承恩侯府！承恩侯府众人接太后懿旨。太后懿旨：承恩侯府失德失礼，宠妾灭妻，纵容外室登堂，折辱赐婚正妻，乱嫡庶纲常，败坏世家礼法。什么？李公公，这其中许是有误会。谢婉宁她……掌嘴！哼！太后懿旨宣读之时，谁准你插嘴？荣国公府谢氏婉宁，贤良端淑，知礼明义，遭此羞辱而不失体面，退婚无罪。承恩侯府不得以婚约、名声、妇德等事再行纠缠污蔑。承恩侯夫人沈氏身为当家主母，不正家风，纵子辱妻，助外室逞威，德不配位。即日起
华夺诰命，收回官服，永不得复。不行，我的诰命是先帝恩封，我是侯夫人，不能收回。还不闭嘴！命承安侯府3日之内，以原嫁妆箱子赔付荣国公府，少1分查差侯府，充作抵偿，双倍赔付。李公公，嫁妆已经被谢家原封不动拉回去了，我们并未动用1分，凭什么还要双倍赔付？哼！凭你顾承泽今日让外室穿喜服入堂，凭你要谢氏婉宁与外室同拜天地，凭你顾家收了谢家礼，却想踩着谢家的脸面给外室抬身份。臣领旨。承安侯别急着谢安，陛下还有旨意。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承恩侯顾怀安受国恩而不思谨守门楣，教子无方，纵子乱理，轻慢国公府，辱没勋贵体统，致使嫡庶失序，纲常蒙羞。今复夺承恩侯爵，降为3等伯，其世袭罔帝之恩，一并替夺。日后袭爵，照大处律例帝降，不得复请恩典。3等伯，臣谢主隆恩。顾承泽身为世子，不修德行，不明礼法，于大婚之日携运外庶入堂，逼嫡妻同拜，妄图以庶乱嫡，以见灵贵，败号人伦。即日起废顾承泽世子之位，永不录用，其科苦印官举荐入仕诸路，皆不得录。侯爷，你说句话呀！承泽是你的嫡子，是顾家的根啊！闭嘴！陛下为何如此重罚？我不过是想给若烟一个名分。谢婉宁她毫发无伤，凭什么要断我仕途？顾公子，你到如今还不明白？你以为你打的是谢家大姑娘的脸？你打的是太后娘娘亲赐诰命的脸，是荣国公府100年门楣的脸，是大楚朝树尊卑、规矩礼法的脸。谢家大姑娘掉没掉头发，不是陛下裁罚你的轻重。你敢让外室与正妻同拜，就是在告诉天下人，大楚礼法可以由你顾承泽一句真心，随意践踏。哼，陛下留你性命已是天恩，至于这位外室，陛下与太后娘娘另有处置。李公公明鉴，民女腹中已有顾家骨血，民女不求名分了，真的不求了，只求太后娘娘陛下看在孩子无辜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。民女愿意做奴做婢，愿意一辈子伺候顾公子，求公公施恩啊！承泽，你救救我！你说过会护我一生一世，你说过我们的孩子会是顾家最尊贵的孩子，你不能不要我，不能不要我们的孩子啊！李福安，若烟不过一介弱女子，她有什么错？是我带她进府，是我要给她名分。她腹中怀的是我顾家的血脉，你们怎能如此逼迫一个孕妇？顾承泽，你到如今还觉得这是你一句真心相许便能遮过去的风流债？太后懿旨，外室白氏祸乱侯府世子，妄图平妻并尊，坏嫡庶之分，乱纲常礼法，实为狐媚惑主。我没有，我与承泽是真心相爱。谢婉宁不过仗着门第欺人，我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，我有什么错？外室之子，未入宗族，别妄想踩着正室嫡妻的体面进门。是白氏不懂规矩，是我顾家管教不严，可他肚子里到底是我顾家的孙儿啊！求太后娘娘开恩，孩子不能有事儿啊！孩子自然会留，太后有旨，白氏押往西山家庙，由家庙看管之生产。孩儿生下后，归顾
家族谱。目不留，目不留，目不留是什么意思？谁敢动他？拿下！是。放开我，若烟！若烟！承泽，救我！我不要去西山，我肚子里是你的孩子。若烟！顾承泽，太后还有吩咐，顾家任何人不得私自探看，不得暗中营救，若有违抗，罪加一等。逆子！逆子啊！伯爷！伯爷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，伯爷！大管家，府里昨夜遭了大变，老伯爷还在榻上昏迷未醒，这赔偿一事能不能宽限几日？等老伯爷醒了，咱们两家坐下来慢慢商议。一直写的是3日，3日实在太急。谢家也是百年世家，总要讲些情面。情面？昨日喜堂之上，顾家可曾给我家姑娘留过半分情面？念。赤金头面12套，南珠18匣，羊脂玉如意6饼，翡翠屏风4扇，汝窑花酥1对。城东绸缎铺2间，城南米行3间，京郊良田800亩。按太后懿旨原单，双倍赔付。以上诸项皆须折成现银或等价契书，于3日内交齐。双倍，原单双倍赔付。谢家欺人太甚，家庄不是已经原封不动拉回去了吗？还要双倍赔付，这是要逼死我们顾家呀！顾母若觉得冤，大可进宫去问太后娘娘。懿旨写明，顾家宠妾灭妻，辱没谢氏门宅，按原单双倍赔付，3日之内少1分。谢家便请登门，请内务府验府。大管家，我与婉宁到底相识多年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我愿亲自登门赔罪，只要他肯松口，赔偿之事。顾公子，你不过是顾家的下人，也敢如此同我说话？你不过是谢家的一条狗，也敢这样对我说话？哼！顾公子如今无爵无职，谢家奉旨吹守，何来不敢？今日算第1日，3日内双倍赔偿，若凑不齐，谢家便请京兆尹和逆务府一同登门。到时顾家能不能保住这块伯府牌匾，就看顾家自己的本事了。老太君、姑娘，大管事让人带回话了，顾家库房被砸开，现银根本不够赔，3日内若凑不齐，大管事说连顾家那刚换上的伯府牌匾也要一并摘下来折价。哼，不知敬畏的破罗虎，顾家这才刚刚开始呢。这是伯父最后的体面了，谁敢动？太后懿旨，按原单双倍赔付。今日先点现银，少1两便计1两。顾公子若觉得不公，可随我去京兆尹门前敲登闻鼓。如今谁不知道顾家得罪了谢家，惹了太后震怒？
庄子我们敢接已是冒险，爱卖不卖，过了今日，价值会更低。这些是我的嫁妆，谁也不许碰。顾母当日帮腔，纵容外事平起，同受一纸惩处，府中可折现之物皆入赔偿，首饰折银尚缺。体面拆开来，也不过是一张桌，一面屏，一只簪。哼，谁让他们作死？10里红妆也是好吞的。三等伯，祖业全赔进谢家账簿了。喜堂可收拾干净了。说话！三等侯，谢家那边的账已经结清了。三等伯，陛下圣旨，褫夺承恩侯府世袭罔替之权，降为3等伯。太后懿旨，按原单双倍赔付。府里现银不够，田庄铺面已经急卖，夫人的首饰、库房里的摆设也都抵了进去。世袭罔替。扶我起来，把顾承泽给我拖到正院，现在就拖过来！父亲，你可知道顾家如今还剩下什么？儿子知道府里艰难，可事情原不该到这一步。儿子只是想给若烟和孩子一个名分，谢婉宁若肯退一步，住口！你还敢提她肯不肯退一步？她是谢家嫡女，有太后怜惜，自然一句委屈便能让满朝替她出头。可若烟腹中也是顾家骨血，难道就该一辈子背着外世子的名声？儿子不过是想两全。两全？你所谓的两全，就是在大婚喜堂上，当着满朝勋贵的面，把一个怀孕外室扶出来，逼正妻同拜大天，容人之量。分明是谢婉宁太绝，若她肯退一步，顾家何至于此？我家主母今日身子不适，不便见客。你可看清楚了，这是顾家的帖子。我与你家主母从前最是相熟。主母吩咐了，不便见客。快把侧门关了，别叫那位进来。就是如今他没了诰命，不过白身妇人，若同席而坐，传进宫里，惹太后不喜，谁负得起？今日位子都已排满，顾老夫人若要上香，便请稍后。谢婉宁，她怎么就不能忍一忍？不过是个外室，不过是个孩子，为何非要闹到太后跟前？母亲也觉得是他太狠，对不对？他若顾念旧情，旧情？若不是你非要带白若烟进喜堂，若不是你当着满京城的面做些谢婉宁，我怎么会被太后褫夺诰命？我怎么被人关在门外？我怎么连上香的位置都没有？是你毁了我的诰命，是你毁了顾家的体面，是你让我成了京城人人避讳的白氏夫人，我怎么成了你这个孽障？逆子！我今日受的羞辱，全是你给的！若不是你非要把白若烟那个贱人领上喜堂，我怎么会连一席之地都没有？你若还有半分本事，就去把你的前程挣回来，别成日躲在府里装死。
沈公子，我家公子不在府中。不在？那我进去等着他便是。府中今日不便待客。你可知我是谁？小的知道，所以才不敢耽搁顾公子。我家公子说了，顾公子既已被圣旨明言永不录用，往后便不宜再谈仕途。旧日交情不过年少游戏，还请顾公子莫要再来。收堂，收堂！快走，快走！姑娘，承恩伯爵府那边又乱了。西山家庙来人传话，说白若烟在山上过得很不好。不好，是他自己一步步求来的。我要见顾承泽，我肚子里怀的是顾家的长子，你们敢这样待我，顾家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是要进伯府做平妻的人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是顾家的功臣。你们这些人今日欺我，来日我让顾承泽一个个发卖了你们！白若烟，太后娘娘有口谕，去母留子，顾家不得私自探看，不得营救，不得暗中接应。你若再闹，便按扰乱清修处置。这是慈宁宫李公公亲自交代的。你腹中若真是顾家血脉，自有太后规矩管着。至于你这个人，没人会管。被撤我去西山，你还嫌顾家死得不够快吗？父亲，若烟怀着我的孩子，那是顾家的长子。长子？你如今连世子都不是，顾家也不再是侯府。太后懿旨写得清清楚楚，你敢去家庙闹，是要让御林军再围一次伯爵府吗？我不闹，我只去看看他，给他送些银子和药材。银子？顾家哪里还有银子？配给谢家的双倍嫁妆已经掏空了库房，连我的首饰都当了大半。那个贱人害得我没了诰命，绝对不能去！我的肚子。姑娘，西山家庙那边动静闹得不小，听说白若烟动了胎气，顾家现在连山门都不敢登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太后娘娘定下的规矩，自有太后娘娘的人看着。顾家如今想救不敢救，想护护不住，正该让他们尝尝把规矩踩在脚下的滋味。祖母所言极是。这些赏赐不必全收进库房，太后娘娘既然是赏你的，挑几样显眼的摆在院中，也好让来往的客人都瞧个清楚。你母亲说的对，有人既敢在喜堂上把外室抬出来叫你受辱，那我们便也不必替他们遮羞。老太君，姑娘，陛下身边的公公带了口谕到了。陛下口谕：谢氏婉宁端立贞静，知礼守节，凌辱不乱，不辱世家门风，赏玉璧一双，南珠10鹤，以示嘉奖。臣女叩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前几日他们还怕沾上是非，
只敢遣人送几句不痛不痒的问候。今日陛下一褒奖，便都想起你是荣国公府的嫡女了。原来名声也能这样快改口？不是名声改口，是风向改了。顾家越是狼狈，越能衬得你干净。姑娘，太后娘娘下了懿旨，春暖花开，将在宫中特设赏花宴，特意指明赵姑娘您入宫伴驾。姑娘，外头又送来了12封帖子，有请姑娘去听戏的，有请姑娘赏梅的，还有请姑娘品新茶的，多的数都数不过来。这一叠是从前同咱们家走得近的，回一回无妨。这一叠是见太后娘娘和陛下恩赏你，才急着来示好的。至于这一叠，便是当日在承恩侯府喜回上装聋作哑，如今见谢家没吃哑巴亏，又想来巴结的。那这些帖子，姑娘要不要都回？不急，宫中赏花宴之前，回谁不回谁，都是给外头看的。他们哪里是突然联系我？他们联系的是太后娘娘和陛下的态度罢了。夫人、姑娘，承恩伯府今日也往外递了帖子。伯府先送去几家旧日相熟的勋贵府上，结果门房连查都没上，直接说主家不便见客。帖子原封不动地背了回去。哦，退了几家？一上午退了4家，有一家更难看些，连封皮都没拆。伯府的人还没离开，门房便把帖子从角门扔了出来，说是府中近日闭门谢客。闭门谢客？昨日奴婢还看见他们请人赏花呢，真是活该。看见了吗？京城最会看风尚，昨日还敢在喜床上看咱们谢家的笑话，今日便抢着来递帖子。昨日还同顾家推杯换盏，今日连伯府下人都避之不及。谢家越被抬举，顾家便越无人敢进。顾家卖一件体面，谢家便添一分风光。什么意思？几位府上都说顾公子才名在外，他们不敢委屈。只是如今府里不缺人手，不便添客。不便？我说了，顾承泽不要俸禄也可。顾公子，还有一位主子托小的小心转告，说您如今是圣旨名言永不录用的人。您这身份去谁府上做幕僚，都是在给主家招祸。这银子小的实在不敢收。两位兄弟，劳烦通禀一声，就说顾承泽求见。昔年我在监中读书，文章也曾得过称赞。今日有要事求见祭酒大人。顾公子请回吧。我并非来闹事，只是想请旧日师者看在文章情分上，替我谋个清闲差事，哪怕是书库校录，替监中停写卷册，我也做的。顾公子，圣旨上白纸替字写着永不录用，你当国子监是什么地方？国子监是朝廷重地，不是私宅后院，谁敢替一个被皇帝断了仕途的人开门？顾公子，莫要为难旁人，赶紧走吧。原来没有了世子的身份，没有了谢家的光芒，我顾承泽在京城连一条咬为企业的狗都不如。母亲，别叫我母亲！你可知我今日在司里遭了什么罪？他们连正殿都不肯让我多站，竟将我引到偏角去。那偏角是给寻常香客跪的地方。从前我去，方丈哪一次不是亲自迎到禅房，捧着茶盏唤我侯夫人？如今我是什么？白身妇人。那些人在我身后笑，说我的诰命官服都被收了，还摆什么架子？说我养了个好儿子，喜堂上扶着外室打谢家的脸，结果把我这个亲娘的脸也一并剥下来踩。是谁说的？你还问是谁？若不是你为了白若烟毁了爵位，我何至于被人这样羞辱？你当初不是说谢婉宁一定会忍吗？你当初不是说谢家舍不得退婚吗？你看如今谁忍了？父亲，父亲，逆子！伯爷，你别吓我！夫人，药铺那边说前头的药钱还欠着，若再不结清，今日的药就不送了。
账房呢？去账房支银子。账房说，能支的现银早拿去双倍赔了谢家。后院的窗棂破了2日，匠人说个钱不肯来修，连府里的丫鬟袍子都遣散了大半，连熬药的人都快排不开了。药呢？炭呢？银子呢？从前满府的人伺候，如今连个地热水的都没有。你哑巴了！你当初不是说白若烟肚子里怀的是顾家的长子吗？只要有了这个孩子，顾家就还有盼头。如今呢？长子，哪怕生母出身再低，也是我顾家下一代的香火，我便还有翻身的一天。西山那边可有消息？能有什么消息？那个贱人最好老老实实把孩子生下来。若真是个哥儿，也算他还有一点用处。母亲慎言。慎言！我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还要对个害得顾家家破绝巷的外县慎言？顾承泽，你是被他灌了迷魂汤，连亲娘都不认了！都闭嘴！伯爷，夫人，西山家庙来人了，说是有急报。急报？是不是要生了？是不是个男孩？白若烟如何？孩子呢？白氏夜里忽然腹痛变红，家庙里忙活到天明，才勉强保下孩子。保下了，孩子活着。快说，是不是男孩？说，是不是顾家的长子？回顾家，白氏生下的不是男婴，是个女婴，月份不足，气息盘弱，哭声细得几乎听不见。我不是外室，我不是。长泽说过要娶我的。他说他心里只有我，孩子是顾家的长子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顾承泽呢？让顾承泽来见我，他不会不要我的。承泽，你来，我为你生了孩子，我不是贱人。承泽，姑娘，西山家庙那边来人传话，说白若烟产下了女婴，而白若烟已经没了。风光是礼法给的，不是男人几句荤话给的。他是太后处置的，是懿旨，是家庙动的手，与顾承泽有什么干系？死了好，祸害总算少了一个。若不是那个贱人，你怎么会昏了头？若不是你把他带到喜床上，我又怎会被褫夺诰命，沦落到今日，连出门都被人指指点点？闭嘴！不许你再为那个外室闹出半点动静！顾家已经丢不起这个脸了。父亲，你若还想让顾家留一口气，就给我记住，他是奉旨处置的罪妇，你敢为他哭丧，便是质疑太后懿旨。姑娘，西山家庙的尼姑今日已经把白若烟留下的女婴抱回承安伯府了。哼，活着好，活着才叫顾家人日日看清宠妾灭妻究竟换来了什么。还送回来做什么？一个贱人生下的赔钱货，也配进我顾家的门？太后懿旨，孩子既是顾家血脉，便该交还顾家。贫尼等只是奉命行事。血脉？若不是为了这个孽种，他娘怎么会害得我顾家沦落至此？母亲，他总归是我的孩子。你还敢说你的孩子？若不是你色迷心窍，我还是有高明的和侯夫人，顾家还是侯府。如今呢，三等婆、白身夫人，满京城谁还瞧得起我？
太后娘娘念着谢家大姑娘前些日子受了委屈，特赐蜀锦10匹、云纱8匹、东珠2夹、百年老参2根、沉水香1盒，另有御制胭脂若干。臣女叩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太后娘娘特意交代，春日御花园花开的正好，谢家大姑娘务必要去。娘娘说许久不见姑娘，心里惦记得紧。有劳公公回禀太后娘娘，婉宁必定按时入宫伴驾。姑娘，外头都传遍了，承安伯府如今连银丝炭都买不起了。顾母嫌弃那小女婴晦气，不许抱正房。那孩子身子弱，天天跟猫儿似的哭，顾承泽听一声，脸就白1分。按规矩入库，药材单独收进暖阁。奴婢明白。至于伯爵府的事，院里往后不许拿来嚼舌根。顾家败是他们自作孽，谢家兴也不是靠笑话他们得来的。这才是我荣国公府的女儿。这一张退回去。大婚那天，他第一个溜走。如今见风向变了，倒想请你赏茶，直接回了，就说姑娘准备太后的赏花宴，不得空。母亲，这京城的风吹得比春日柳絮还快。不是风快，是人都认得清高低。太后娘娘抬你，就是告诉满京城，退婚受辱的不是你，是顾家自己把门楣砸了。原以为谢家大姑娘退婚，少不得被人指点，太后天天赏赐，国公府反倒更热闹了。顾家才是真没脸，宠妾灭妻，现在爵位废了，外室死了，只剩个病歪歪的顾家女婴，天天哭。不许哭！你这逆子，你还嫌不够晦气吗？荣国公府接旨，臣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荣国公府谢氏婉宁端立贞静，明理守节，持身端方，方承安伯府失德，宠妾灭妻，乱嫡庶纲常，辱士族婚礼。谢氏婉宁不失仪，不乱礼，断婚归附，合理合法，堪为京中世家女子典范。谢审婚约，既为承安伯府先师信义，谢氏退婚，合乎礼法，亦合乎圣意。之后京中若有借此非议谢氏清明者，实同妄议圣裁，钦此。臣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老身谢陛下为谢氏女正名。老太君折煞奴才了。陛下说荣国公府教女有方，太后娘娘也说了，谢家大姑娘受了委屈，往后该抬头便抬头，谁也压不得。悬到正堂去，就悬在最显眼处。之后来荣国公府贺喜也好，探病也好，进门第一眼便该看见陛下是如何论定我谢家姑娘的。从前不敢来，如今倒都想起与你相交了。挑该见的见，不该见的晾着。如今不是他们肯不肯给婉宁体面，是我们谢家肯不肯赏他们这个脸。婉儿，过来。谢家大姑娘，太后娘娘唤您呢，快随奴才来吧。臣女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快起来！哀家不是早说过，在哀家跟前不必这般生分。来，坐在哀家身侧。太后娘娘，这位置不合礼数。哀家让你坐，便合礼数。这些日子可睡得安稳？劳太后娘娘挂念，臣女一切都好。好，一个姑娘家大婚之日遭人作践，还能不哭不闹，守住李家门望，这才叫好。
哀家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太多女子因流言轻生，也见过有人为了所谓名声忍气吞声。可婉儿不同，她不卑不亢，不因旁人无礼便自轻自贱，这样的孩子才配得上柏林谢氏的风骨。老太君真是好福气，养出这样端方的孙女，难怪太后娘娘如此疼惜。是啊，谢家大姑娘这般高风亮节，晋中姑娘们何该都跟着学一学。这花好，配婉儿也好。站好，今日是赏花，不是让你来居里的。六王入宫，向太后娘娘请安。六王爷那一战，打得北京10年不敢南下，威震天下。何止啊！如今京畿的兵权也有一半在六王爷手里。唉，可惜听说王府至今连个通房都没有，多少贵女递帖子都递不进王府门前。若谁能嫁进王府，便是登天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快起来，难得你今日肯进宫，哀家这赏花宴倒是更热闹了。儿臣听闻母后设宴，特来请安，不敢扰了母后雅兴。景渊既然来了，便到哀家近前说话。旁人家的王府早几年便妻妾成群，偏你六王府冷清的连哀家都听不下去了。这些年府中钟会一直无人掌管，你倒也真能忍。军务繁重，常年不在京中，既不能长守内宅，便不愿意虚礼误人。你倒会替旁人着想，可王府总不能一直这样空着。偌大府邸，连个掌中柜的人都没有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谢家丫头，哀家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自幼明理端方，进退有度，谢家教出来的姑娘就该是这样。坐着，今日赏花，哀家就是想让你好好坐在哀家身边。前些日子的事，京中也都听说了，一个好好的世家嫡女，大婚之日遭人作践，却没有哭闹失仪，该退便退，该断便断，守的是礼法，顾的是门楣。哀家怜她，却不只是怜她。你这样的姑娘，何该有一门真正体面的亲事？不是叫你去受气，更不是让什么不清不楚的贱人踩着你的脸面进门。景渊，母后，哀家瞧着六王府也该有个主母了。谢婉宁出身荣国公府，门第清贵，性情端方，与你倒也相配。哀家今日便想做这个主，将谢婉宁赐予你为六王正妃。儿臣谢母后赐婚。景渊，婚姻不是儿戏。谢氏婉宁是荣国公府的掌上明珠，也是哀家看着长大的孩子。你若应了，便不能要她再受半点委屈。儿臣既受母后赐婚，便定以江山为聘，此生绝不负婉宁。好，老身谢太后娘娘恩典。谢家老姐姐，你我之间何必行此大礼？快快请起。恭喜太后娘娘，恭喜六王爷，也恭喜荣国公府老太君啊！谢家大姑娘果真是尊贵无双的大福气。可不是嘛，先前外头那些酸话，原就是见不得人的小人嚼舌根。如今太后娘娘亲自做主，谁还敢胡说半句？婉宁，之后你就是哀家定下的六王妃，谁若敢拿旧事议论你，便是议论哀家的眼光。婉宁，谢太后娘娘怜惜。话说那承恩伯府真是有眼无珠，舍了金镶玉，偏要捡那块破瓦罐。顾家拿这个大肚子外母去羞辱谢家嫡女，自以为拿捏了人家，
谁知一转头，硬生生把一个亲王正妃送上了云端。这就叫明珠不蒙尘。承安伯府现在门槛都快烂了，人家国公府却要出一尊九凤金顶的六王妃喽。逆子，那是最后一点体积兽品，你竟然敢偷去换酒！顾承泽，你是不是非要把这个家彻底败光才甘心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若不是你非要把白若烟那个贱人带上喜堂，我的诰令怎会没了？你父亲怎会瘫痪？顾家又怎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夫人，公子，不好了，公子外头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又是什么晦气事？外头都在传，太后娘娘在赏花宴上亲自给谢家大姑娘赐了婚。你说什么？赐婚？赐给谁？我问你，谢婉清被赐给谁了？六王爷萧景渊。六王？胡说！这不可能！他刚推了我的婚，怎么可能攀上六王爷？萧景琛怎么可能会娶她？小的听得真真切切，塔楼里人人都这么说，是太后娘娘亲自牵的线，圣上也准了。内务府已经奉命筹备大典，说是要按亲王正妃的仪仗办。听见了吗？六王妃，亲王正妃。你当初嫌她不肯容人，嫌她不如白若烟温顺，如今呢？你亲手把谢家的掌上明珠推出了顾家大门，又亲眼看着她被太后捧成了六王妃。你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有眼无珠，现在人家要做王府主母，天下女眷之首了，而你连偷你亲娘的首饰换酒都换不来几两银子。这门亲事，我谢婉宁不嫁。谢婉宁，你为何能走得这般决绝？为何能爬得这高？是我错了，错了。谢婉宁，你素来有世家贵女的雅量，今日我们三人一同拜天地，让若烟以平妻之礼进门，可好？平妻之礼，容人之量，我当时到底是怎么敢的？瞧那顾公子，跟条死狗一样趴着呢。哼，活该宠妾灭妻，现在连爵位都没了，装什么清高？谢婉宁退了婚，她没有名声尽毁，反而被太后和陛下捧成了六王妃，而我用前程，用顾家换来的，只有这满地的狼藉，还有亲娘的怨毒。别哭了，求你别哭了！这哭声每响一下，都在提醒我为了白若烟，毁掉了谢婉宁的体面，毁掉了顾家的前程，毁了我自己的一生。亲王正妃吉服归氏一册，仪仗章程3册，纳采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礼单各1册。太后娘娘天赐凤纹赤金冠，东珠步摇，云锦百匹，南珠10后。太后娘娘有话，谢家大姑娘前些日子受了委屈，这一次六王府大婚，绝不许有半分简薄，亲王正妃该有的体面，要让京城里外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夫人，从顾家撤回来的旧日嫁妆单子和新拟的天妆册全在此处了。上次从顾家撤回来的红木香笼，通通重新自漆描金，连香脚都要另相同售。江南2处绸缎铺子添进陪嫁，城外温泉庄子也给婉儿带过去。
压箱银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3成，金锭另制20箱。顾承泽大婚那日，你将我谢家的10里红妆当成垫脚石，如今同样的香笼要另相同寿，以高出仙家3倍的尊荣，重新抬上京城长街。谢家的姑娘第2次出嫁，要比头一次更盛。是。婉儿，你记着，谢家给你的不是遮丑的东西，太后娘娘给你的也不是怜悯的补偿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御赐玉如意对，金册礼器1套，公制锦缎200匹，谢家陪嫁田庄地契6匣，江南绸缎铺契书2匣，压箱金20箱。这不是上回从长安侯府撤回来的红妆吗？是啊，但现在哪里还有旧影？前头压着皇家聘礼，后头又添了这么多陪嫁，承安侯府那场大婚算个屁！还承安侯府呢，如今降成3等伯爵府了。再查一遍，凡入册之物，不许有一处错漏。老太君放心，内务府1份，谢家1份，六王府1份，3处账册绝对得上，出不得半点差错。前一次大婚，承恩侯府空了门庭，哼，喜堂冷得像灵堂。这一次荣国公府连石阶都铺满喜绸，真是把旧日那口气全挣回来了。哪里是挣回来了，分明是把承恩伯府那点所剩无几的体面，生生碾成灰了。顾承泽，你以为退婚能让我谢婉宁跌下神坛？如今我以六王正妃之尊重新出嫁，这10里红妆，压得你顾家全族在京城永远抬不起头。姑娘，您这一次的红妆，连承安伯府整条街的卫气都能压得死死的。萧景渊奉旨迎娶谢婉宁，今日亲迎，必不负谢家托付。王爷千金之躯，臣等放心了。快快请起。婉儿，抬头走。祖母放心。六王妃大喜，荣国公府大喜。起轿回府。婉宁，婉翠，退下。婉宁！请王妃下轿入喜堂，恭迎王妃入府。
一拜天地，二拜皇恩，夫妻对拜。合景同心，礼成心向，入洞房。王妃入内休息，任何人不得叨扰。王妃，这一生本王唯你一人，绝无二色。六王府后院从前无人，今后也不会有第二个女子来分你的体面。你入府不是来受委屈的。王妃之位是你的，尊荣是你的，府中上下也只认你一人为主。王爷可知，这句话一出口，便再没有反悔的道理。本王从不拿婚姻之事做戏。那婉宁便记下了。启禀王爷，您要的印信账册取来了。谢婉宁，六王府从前没有主母，过去皆由旧吏与各房管事分掌，今日之后不必再招赵吏。这是王府内库钥匙，金银库银器赏赐皆收在那库。这是庄田铺面的印信，京郊田庄城中铺面自今日起由你查账定夺发话。这是府中人事名册，管事、护卫、车马、厨房各处人手都在其中，谁可用谁该换，你说了算。这是王府对外往来的令牌，以后各府帖子年节走动、铺面契约，皆以此为凭。萧景元，你可知这些东西一旦交出来，便不是一句洞房花烛夜的好听话能收回去的。本王知道，本王在朝堂持剑，护的是大楚边境与宗室体面；你在府中掌权，定的是六王府内外规矩与百年门楣。谢婉宁，你嫁入王府，不是来依附本王，更不是来同谁争宠、受谁辖制。你是本王明媒正娶的王妃，六王府的尊誉有你一半。明日一早，府中上下会向你磕头跪主，若有人不服，便逐出王府；若有人阳奉阴违，按王府规矩处置。你不必顾及任何人的脸面。若是旧人仗着侍奉王府多年，拿规矩压我呢？你就是规矩。王爷一诺千金，婉宁记下了。只记下？自然不止记下。王爷即将王府中位于我，婉宁便会替王爷守好这座王府的规矩与体面。内外账册、赏罚章程，各处人情往来，从今夜起都要有章可循。王妃想怎么立规矩，便怎么立。收好，明日一早，将王府各处账册按年月分出，封存旧账，新账另起。是，王妃。往后凡入我院中请示之事，先依规矩，再论情分。我谢婉宁要的，从来不是在后宅里同谁争一寸高低，更不是为一个荒谬的男人与另一个女子抢半份怜惜。我要的是明媒正娶的体面，是并肩而立的尊重，是无人敢轻慢我的风范，是我抬手便能定下规矩的权利。在想什么？在想王爷方才说要同我共赏盛世长安。不是方才，是此后一生。好，此后一生，婉宁与王爷共赏这盛世长安。瞧瞧，侯府变伯府，
这大门换的可真够寒酸的。哼，宠妾灭妻的下场，活该。那是我的体面。我好歹做了半辈子侯夫人，你们敢动我的东西？母亲，若不当了，明日讨债的人就要堵门。若不是你，我用得着当自己的嫁妆？怎会从侯夫人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我看不见了，顾橙子，顾橙子，我看不见了，滚！你这个不孝子！你害我没了狗命，害我没了眼睛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母亲，别喊了。逆子！顾家百年体面全毁在你手里，顾家到你手里断了。哭什么哭？丧门星！若不是他那个贱人娘，顾家怎会落到今天？救王妃！逆子，你还想喊谁？你害了顾家还不够，还要再招来祸事吗？哭哭哭！若不是你娘那个贱人，顾家怎么会落到今日？你当年不是说真爱无罪吗？你不是说他会低头吗？你倒是让他低头啊！逆子！婉儿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顾承泽终于明白，太后的规矩、谢家的规矩与大楚的礼法，终于在他活着腐烂的余生里落成了无法撼动的铁律。而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